欢迎大家来到大叔有声声书。书诶，我们有一点默契了哦。啊，对对好对，，OK，哎，等齐起来好，了，怎么回事？对，这么回事啊。嗯，好，那这个今天又来到我们大叔有声书5天课程的这样的单元哦。对对对，那首先，如果你听到我现在正在讲这些话，表示你已经选购了这个产品哦，要非常感谢你的选购哦。嗯嗯，那这5日的产品呢，其实可以帮助你规划这一周可以学习的中文的内容哦。那今天灿叔我们要聊什么主题呢？对，茶楼你还忘了说一点，就是我嗯，们这个产品其实分为2种形式，就啊是一种是视频的有形式，声书啊对，，OK，好，一种是有声书的形式。视频的形式对就是你们能看到我们的脸，我们呢会，OK，在我们的 Patreon 商店里推出来。另外一种呢就是有声书的形式，就在我们对，的大叔小店里会推出来啊。两个嗯哼，产品呢就是有区别在哪里呢？价格上啊。对对对，就是有视频的，就是在 Patreon 上面的嗯会贵一些些。嗯那在我们的大叔小店里面的价格会略低，那就是嗯有声书，还有一些文本啊，然后嗯，帮助你学习。对那我觉得两种呢，就看各位同学的需求啊。你比如说你常常开车的，你可以选择有声书；对呀、那你常常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人，你就可以选择视频的 Patreon 里面的。然后有视觉跟听力的辅助，可能你就很适合买 Patron 的这种产品对，哦。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聊一些敏敏感话感的题。东西，对，对，哎嗯。呀，想一想，灿叔，我觉得中国人有禁忌、有敏感的话题还真多呢，不对不对？少嘞，不少嘞，不少哈。所以大家一定那要小心哦。对，所以呢，有的同学可能会到中国去旅游，甚至去留学啊，对或者去工作。我觉得跟中国人聊天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些敏感的问题。对对，让人对会容易不舒服，说实话。对，嗯，甚至会影响你们之间的交情或感情哦，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可能的。对方的脸突然之间，呃嗯对，就是想要顾回避，左右而言对，他，对哦，就嗯是他，或者甚至以后他不太想跟你说话了，因为你对老是聊到这些敏感话题，对，会让人不舒服，真的没有会，必要，绝对会。我是觉得，对，当然你想了那解一下是 OK 的，就是我们对今天就是让大家就是真的就是让你们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你了解就对行。但是我觉得以后和中国人交往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和他们说这些话题，就一定要问个对1、2、3、4、5，我是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大家，对，我们那说实话，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聊，为什么一定要聊这没错，些东西？对，嗯，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课程中呢，嗯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哦，也是独家的哦，就是嗯灿叔会提供这个大陆的想法，我嗯，会提供台湾的想法，台湾怎对对么想这些竞技话题，对，然后在大陆又怎么想这些竞技话题。嗯那我们这5天呢，就分成5个小子题哦。第一个嗯，子题就是针对历史方面历的史上面的一些竞技问题，话题，嗯对，好，那为什么这个可能历史话题在中国会敏感呢？这嗯，个就涉及到近代的历史哦。对我觉得灿叔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哦，因为这个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啊，嗯清朝末期的时候比较腐败，然对，后国力比较弱。衰弱吧，嗯衰弱，然后后来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就因为工业革命就强入侵大起来，入侵，对，就开始进行入侵，嗯找殖民地的这个事对，情来了。嗯那他们后来呢，就把重点放到中国身上，所以近代其实中国的历史是很没有面子的，就中国人会是有一点觉得是一个屈辱性的事件屈辱，啊，对，然后抬不起头来。是的，我其实在学历史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鸦片战争嗯，哦，所以中国人那时候有个称号叫东亚东亚病夫。病夫，对，对，因为这个西方不断的输入鸦片之后，大嗯家都这个有点迷上了毒品啊，沉嗯沉迷于毒品当中，都上瘾了，所以导致国力积弱之外呢，人民又吸毒、嗯吸嗯。食毒品、吸食鸦片，导致国力更加的衰弱啊，所所以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中国人很敏感的地方就在哪儿呢？对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清朝末年的时候，刚好是中国对，国力最衰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没错，候的人呢是清朝人，他们是留一个长辫子的，对，嗯，而且呢，就是西方的很多这些媒体会把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刻画成比较猥琐的样子，
就三角眼啊，对，现在很老多说鼠的感觉。眯眯眼呀、对，还有对对对，就是这个留辫子等等啊。嗯，当时这个就是有一个电影，漫威电影叫《上汽》，《上汽》里头有啊，一个叫什么满大人，好是谁？对对对当对对时这个满大人的形象最早就是一个清朝的这个官员的这么一个形象，中国人对，觉得是挺侮辱中国人的，所以这个就没错，是因为有历史的原因，中国人会嗯。觉得那段时期我们觉得已经很受屈辱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反复的强调出来，对不对？嗯就是你以我来说了哦，嗯，以这个我们以台湾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小读的历史，读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个时期，真的也觉得自己都有点抬不起头来，对，很甚至有一点憋屈，觉得很自卑、屈辱，然是的，后甚至从读这段历史，我们总是会觉得西方国家特别进步、特别好，所以嗯，我们说外国的月亮特别圆。对反而就是会贬低自己，反而有崇尚西方的一种心态存在对对，所以每每讲到这段历史或者是这样的话题，嗯总觉得可能西方人谈到他们有点在展现自己的优越感那样的嗯。错觉，我们对，会这样的会的，想法。会的，嗯，对，然后我们也觉得很不安，就是你讲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想要贬义我们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不认为很敏感，但是我认为会让我们不舒服。我是的，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民绝对会族屈，有不舒服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民族屈辱嗯，性的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这个大如果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中国嗯现在慢慢的就是富强一些对了，大家会觉对得中国挺好的。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邻居或者一个很远地方来的人就说：“你看，你记得你小时候吗？那个时候衣服没得穿啊，成天被人对打啊，然后你对心里会舒服吗？那肯定不可能的事对，情。对，或者你现在是很帅的一个男人，然嗯后有邻居过来说：“你看你小时候挂的2行鼻涕你看那嗯，个样子玩大便玩什么的，不哇，那个你至于，心里一定很不快嘛，很不啊，对舒服嘛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其实中国人在那段时期真的感觉就是抬不起头来，对，是然的，后那个时候又锁国，国力又不好，然嗯。后思想又没那么开放所以真的是很憋屈的一个时代。对，而且那对，段时间中国人确实感觉也体现出很麻木的这个状态。我之前记得有一个画面，是鲁迅看到什么，鲁迅嗯说当时在日本上学的时候，就是日本那些学校展示一些幻灯片，照片呢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日俄战争呢日本和俄罗斯打仗的时候，然后呢战场在中国的东北，当嗯，时呢就是一个俄国人还是一个日本人要砍一个中国人的头。然后对周边围了一圈的中国人都是麻木的表情，对，所以那个视时代对若无睹。我们中国人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挺悲伤的过往。对，对对对，然嗯，后当然再加上这个二次大战，对不对，对日本嗯，侵略，所以我觉得甚至日本侵略的那样的过往，我们也都不愿意再回想是的，甚至会有一些历史包袱，然后影响到现在的一些观点。可对，能我们很多中国人会不太喜欢日本人，就是有一些历很明史的显的，原因在，对对，很明历史原因显的。在这里，对，对，所以很多日本的朋友也不要觉得说，为什么可能某一些中国人会对我有一些敌意可是的，能他会有一些历史渊源在里面对，所以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一些成见或者是嗯，偏见存在。我觉得是的。这也很正常，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少谈这方面的敏少感问题。谈历史，我觉得还有一些，其实也是外国朋友们特别喜欢聊的，就是大对，家可能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看到一些事件的，然后你会觉得从一个外人的角度，觉得这些事件它不可理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比如说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比如，OK，说天安门事件啊，6·4天安门六事件啊，四六四对，天安门，对，其实这两个话题在中国相对是两个，怎么说呢？禁忌吗？敏感等级不一样。在文化大哦，大革命是可以聊的，历史书上是 OK，有的，也对，是就是怎么说，在前十来年前，就是我才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历史的这些过往的资料被挖掘出来了。那个时候大家觉得中国怎么曾经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受这个西方列强入侵，还有鸦片战争，这些真的，我觉得大家就不适宜在中国人面前高谈阔论这些事情，蛮是的，是的，敏感的。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我觉得文革是可以讨论的了啊，文革的确有它存在的当时的历史意义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历史事件来讨论，我想还好。6·4天安门事件，说真的，目前在大陆还是属于敏感禁忌的话题，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在中国人面前去聊。当然，而且大家要是你聊这些事件，很容易被人觉得就是你居高临下看我们呢。对，这种或者你想要展现你优越感，优越感，是的，马上我们会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你想要表现你的优越感嘛，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嘛，是的。那今天我们第1天的课程就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对，我还预告一下，下期我们会聊大家最关心的台湾问题。真的吗？真的。好 ，OK， 那我们就大家敬请期待，我们隔天见了，对不对？对，好，拜拜喽，大家再见。拜拜。